巧克力那种丝滑浓郁的感觉，大人小孩都挺喜欢的。但是每次看到孩子那个眼巴巴吵着要的小眼神，你是不是心里也犯嘀咕？这个好吃的东西到底多大才能给他们尝呢？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聊这个问题。我们会结合一些最新的研究，还有各个权威机构，比如世界卫生组织、美国儿科学会，还有中国的营养学会，看看他们是怎么建议的。如果这些知识能帮助到你，可以开启下方小铃铛哦。你的支持对我们很重要。说到孩子几岁可以吃巧克力，限制他们的关键原因是糖和咖啡因。首先就是糖，高糖的坏处大家都知道，比如容易蛀牙、容易发胖，还会影响孩子正常吃饭，导致营养不均衡。世界卫生组织对此的建议非常严格，禁止在3岁以下婴幼儿食品及饮料中添加蔗糖，一点都不行。不光是蔗糖，像木糖醇、阿斯巴甜这种代糖也不建议加。此外，小时候糖吃多了还会影响到成年后的健康。2024年 Science 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，生命早期那1000天，就是从妈妈怀孕到孩子2岁这段时间，如果糖吃得多，跟他成年以后的一些健康问题明确相关。早期少接触糖，以后得糖尿病、高血压的风险可能会低不少，所以糖的问题真不能小看。然后就是咖啡因了，这是个中枢神经兴奋剂。咱们大人喝咖啡是为了提神，那孩子要是吃了含咖啡因的巧克力会怎么样？对孩子来说，就算是巧克力只含有少量咖啡因，也可能让他们比较容易烦躁、焦虑，晚上睡不好觉，心跳快等。而且长期看的话，甚至可能影响钙的吸收，对骨头发育不好，或者让孩子注意力不太集中。所以看孩子到底几岁能吃巧克力，很大程度上就看他身体什么时候可以比较好的处理糖和咖啡因这2种东西。所以综合考虑到这些风险，会觉得3岁以上可以考虑非常少量的给孩子试一试。那市面上巧克力种类也挺多的，有什么不一样吗？给孩子吃需要注意什么？其实各种巧克力之间的区别还挺大的，主要是看成分表。简单来说，黑巧克力的可可固形物含量高，糖相对少一点，吃起来更健康，但苦味明显，不受孩子欢迎。牛奶巧克力加了牛奶，可可固形物就比黑巧低，糖含量高于黑巧克力，更受大众喜爱。白巧克力它主要是可可脂，糖量是最高的，所以口感甜腻。这么来看，没有哪种巧克力是完美的。黑巧克力咖啡因高，白巧克力糖最多，选择的时候确实需要权衡一下。另外还得注意，现在很多巧克力里面有夹心，可能含坚果，这得注意过敏。还有那种酒心巧克力，那肯定不能给孩子吃，里面有酒精。特别是如果孩子对牛奶或者坚果过敏，一定要看清楚配料表，然后避开。过了3岁，孩子可以吃多少巧克力？关于巧克力具体的建议量，美国、欧洲、中国的说法不太一样。比如美国儿科学会，他们主要看的是每天咖啡因的量。要是换算成那种70%的黑巧克力，一个4到6岁的孩子大概一天也就8克左右。8克什么概念？可能就指甲盖那么大一小块，非常非常少。但是欧洲食品安全局他们就更谨慎一些，还考虑了像重金属这种可能长期累积的风险，所以他们给的是每周建议量。比如3到6岁，建议1周别超过15克。而中国的建议就更倾向于儿童最好还是避免含咖啡因的食品或饮品。所以你看，大家的出发点和担心的点不一样，给出的数字差别就挺大了。那综合来看，有没有一个大概的咱们日常好记一点的参考范围呢？如果非要给一个大概的，而且是比较谨慎的每日参考值的话，也许可以这样看：4到6岁尽量控制在10克以内，10克巧克力大约是1.5厘米乘1.5厘米的一小块。7到12岁可能在15到20克以内，12到18岁不超过25到30克。但我得再强调一下，这真的只是一个非常粗略的参考，最重要的还是个性化，也就是需要看自己家孩子的具体情况，他对咖啡因是不是特别敏感，一吃就兴奋睡不着，他有没有什么过敏，比如对牛奶过敏，或者有没有一些特殊的健康问题。像有些多动症的孩子可能对咖啡因就更敏感一些，那就要更严格控制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别忘了看孩子这一天吃的其他东西，如果今天喝了可乐或者吃了别的糖很多的零食，那巧克力的量就得再减，甚至就不给了。所以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年龄数字或者多少克的问题，
而是要结合孩子自己的身体情况，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答案能套在所有孩子身上。今天咱们算是把这个孩子吃巧克力的事儿里里外外聊得挺透彻了。最后给大家留个问题，我们今天聊了孩子小时候接触糖和咖啡因的问题，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咱们成人现在对甜食或者咖啡的这种口味偏好，有多少可能是在咱们自己都记不太清的那个童年时期，在一些不太起眼的接触当中，悄悄地埋下了种子呢？欢迎留言讨论。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、评论和订阅哦！你的支持是我们持续更新的动力。